大家好，其实要升角斗士啊，这能让人家陷入两难之中哦。我一方面不太想浪费资源给他，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既然已经跟大家说好了，那我还是要做这部影片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潜能角斗士到底要花多少资源啊？目前看起来我的资源的暗物质是14000多个。那我都习惯性啊，把需要暗物质去升潜力的角色，我都按100%，因为试过很多次了啦。如果我都用10%的话，我超过应该说我用的资源一定会超过100%的资源，除非说像 X 战警我都是用10%，通常都不会超过。但暗物质的话，真的是屡试不爽，所以我暗物质的该用暗物质升级角色，我一定都是用100%。那目前花费的金币呢是1000万。终于搞定了角斗士啊！其实你现在看的装备啊，跟我昨天晚上全部弄好的金币啊，完全不一样哦。我昨天弄一弄啊，最后的金币大概是剩1亿1800多万吧。等于是说我从它深潜力啊，到同位素觉醒，然后在其他一些零零总总像乌鲁那些弄一弄啊，就大概是花了2000万金币啊。2000万金币是还好，这是小事，但真的最花费的是暗黑反物质啊。原本有14000多个啦，现在只剩3000多个而已，花了11000多个哦，很伤啊！11000多个应该也可以升2只一般的角色。我真的很怕到时候如果银冲制服开放的话，我会有不够反物质去升他的制服不过算了啦。抢到传统自然子啊，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。那好，我们就一样先来讲一下角斗士好了。我的角斗士一样是无视防御满、冷却满。那目前的话，我其他就是用爆伤，因为我装的是机动的 CTP， 我是不想给他装狂怒 CTP 啊，因为给他的话，我是认真觉得现在是有点浪费。那好，装备的部分的话，一样是5星乌鲁塞满。装备我就没给他升到25了，因为目前给他升到25的话，花费真的太凶了。再来是，我认为目前给他升到25的话，是用不太到他这个角色的用处哦。因为我认真觉得这个角色目前是属于一个 PVE 特化的角色，是拿来打 PVE 的。那在我的 T3 角色都很充足的情况下，我是真的不缺一只未够班的 T2 角色，因为我用 T3 角色就够了，因为角斗士没有 T3 技。英雄类型的话是强化3，同位素是觉醒满的愤怒浩克的力量那特装就是机动的 CTP， 我身上仅存的做一颗机动 CTP 就给他了。我是觉得给他机动 CTP 也不错啦，因为他 S5 段数非常高。再来他的 S5 的话，真伤很好控，你就3C5一个，然后他 S5 不是会有动画吗？在他动画那段期间，其他的真伤通常就会在那个时候发动了。再来是谈到他技能的部分啊，像比如说他 T2 被动啊，这个恢复能力其实跟金刚狼一模一样的。那 S1 的话，额外灼伤，然后昏迷3秒，还有沉默2秒。S2 的话就是有昏迷3秒跟减少速度。那 S3 的话有免伤4秒，最主要是它有着越打越痛的龙炮。S4 有额外灼伤，那再来有 buff 啦，这 buff 就是锁攻跟锁防加40%，那暴击加40%，这还蛮多的那重点是它 S4 是有火伤的。然后最后提到它 S5 的部分有无力化3秒跟减防，那这减防是对世界网用的，而且它的上限是60%。再来它是有无敌5秒跟无敌贯穿最后是它的 T1 被动有超级护甲，然后它也有的减伤40%。然后是他的队长技锁攻55%，这大概是目前呢3位史诗任务的连缩甲里面唯一一个是没有解控队长技的大石怪，我是觉得有点遗憾我们谈到嘛，目前大石怪里面呢，没有解控就是有谁？萨诺斯嘛，然后天启跟目前是角斗士嘛，还有女巫菲佣女巫好了。那另外几位就是像末日博士啊、纷争，然后秦葛雷跟银色冲浪手，他们都是有的解控。刚好是呈现一个4打4的局面
那目前来讲，谁最好用？当然是有解控的角色最好用啊。那没有解控的角色嘛，就比如说像，可是三洛斯的队长他本身就很强悍了。三洛斯队长是反派，然后防御跟攻击加36%。然后天启的话呢，他也是锁攻加锁王再加一个所有速度，但通常比较少人会把天启摆队长。那女巫的话是能伤队长，那可是因为女巫现在通常被拿来做一个 PVE 特化的角色，就是说它放 PVE 会更好用一点。天启的话，主要是因为它有制服的关系，那通常都是很多会拿来打 PVP 啦，但它 PVE 也有不错的表现哦。那沙诺斯呢，又硬又痛 ，PVP 特化的角色。最后面就是角斗士好了，他大概是目前大10冠里面，应该是说没有解控队长的大10冠里面唯一一位没有制服的跟 T3 的角色，但也这么说好了啦，主要是因为他也是新角色哦，但他出来的定位就有点尴尬，因为你出来啊，没有制服，然后没有 T3，也没有解控，那么他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哦？现在目前没有制服的那几位啊，纷争、末日博士跟银色冲浪手，他们也是因为有队长及解控的关系哦，他们的重要性相对的会提高了很多。但目前角斗士就没有，所以它的定位真的很尴尬。然后我们提到角斗士的技能到底该怎么放会比较好啊？就3C5。因为它的 S3是越打越透了嘛，所以我们就是3按一下就可以放 S5了，然后之后再补一个 S4，因为 S4它有着 buff 啦。那通常就是放 S2、S1 啊，然后再来是3C5这样子。你要放 S4先也可以啦，但它的 S4其实段数也不低哦。其实它 S4放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应该说会触发真伤了啦。你要4C5、4C3C5也是可以哦，但4C3C5也是可以，但这样的话，起码你那个技能的空档、空窗期间就会比较多一点。那这时候你要干嘛？你就变成说你只能一直这样绕圈圈而已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还是建议用3C5会比较好一点啊，然后再放 S4，因为毕竟它的 S5放的时候，它的技能动作要一段时间，然后这时候你再放 S4。你放 S4的时候，其实 S5也是在技能已经冷却到一半了啦。这样起码你接其他招式啊，它的技能空窗比较不会那么的久。不然你用3C、4C5的话，等于说你中间的技能空档就只能用 S1 跟 S2 去补。但就是我是觉得这样的空窗会比较久啦。我是还是用3C5，然后 S4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啦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在隐喻高楼层的话，角斗士的表现是如何？真的还蛮痛的啊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他真的是属于一个 PVE 特化的角色啦。其实在我这个角色我还没把它弄满之前啊，之前的那个世界活动啊，好像在上一周吧，那时候就有放角斗士给我们大家去做使用了。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他的 S5真的很痛。但那个真的是仅限于在于 PVE 啦，因为它的 S5啊就是有减防嘛，但以它这个段数来讲，它可能就是一次就把它的减防跌到60%了，所以它的减防上去之后，它其他技能才会变得那么的痛。那再来就是它的回血的部分呢，怎么说呢？真的让我感觉它就是属于一个强化版的金刚狼哦，因为金刚狼最让我们诟病的地方就是金刚狼的 PVE 能力特差了一点，因为金刚狼各位也知道嘛，没有减防，除了他的 T3 技之外，那角斗士呢，就是有着金刚狼的回血能力，有金刚狼的减伤能力，然后最后就是有着金刚狼所没有的破坏力好了。是真的不差啦，但他真的是生错时代了。如果他是在可能前面几个史诗任务版本的话，那时候出来那我可能会真的非常的捧他，把他捧得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因为当时的 T3 角色可能还没像现在那么多，但现在的 T3 角色已经快30只了，你才出一个PVE 特化版的史诗角色，也就是个大10怪，然后又没有 T3，又没有制服。说真的啦，我会认为说
真的是让他来去浪费我们玩家的资源啊，因为资源真的吃很多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测试一下暗夜无心60层好了。那因为角斗士他有着领导力啦，所以他的工具人的部分呢，也是可以摆放着白虎。那另外我就放局长那个尼克弗瑞了哈。那至于小帮手的部分呢，一定就是会有个咒术武器啦，因为咒术武器上限是100嘛，那配上角斗士的减防的话，其实会比较蛮容易叠上去100了，但那也仅限于说可能前1-2分钟呢，因为抵御值的关系哦，我们越打越久啊，这个咒术武器这个效用就不太好，不太大了，那后面就变成是角斗士自己的自身减防而已哦，所以我们就看到。前面耗血很快，那后面的话，它的耗血就越来越慢。这个就是官方抵御值的真正用意啊，就是要让我们玩家，去挑战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层数，就没办法说像以前那样子去越级打怪了。好啦，抵御值的部分就不要再多琢磨了。那我们也看到。角斗士的破坏真的很惊人啊，但这个真的只限于在 PVE 而已啊。如果是 PVP 的话，依它这个 S5 的惯性，真的很容易被断掉。除非说你是像3打3占领战那样子啊，占领战那样子的话，比较不容易被断招啊，因为可能你面对的对手还不会制空，因为3打3的关系。但如果你是1打1的话，在目前那些时间线的牛鬼蛇神之下，他们的断招真的是很快很精准哦。可能你还在 S5 哄叫的时候，对方就已经他妈断你一招了，然后你就处于被挨打的局面，你的 S5 就不见了，然后只剩下一个无敌状态在那里而已。那你要打秦格雷也不可能啊，因为秦格雷他的 S5 就会断你无敌了啊。那再来，我们就是来打一下恶魔凶刃哦。那我今天测试的是恶魔凶刃70层，感觉真的有点浪费哦。我还想到那个我的叶莲娜就可以打凶刃70层，而且叶莲娜只是一般的 T2 角色而已哦。像这个大石怪原生大石怪连锁角打70层也是不会打，也没有打很快啊。目前这个是第2条命啊，第1条命我已经打掉了啦。那第2条命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耗血速度，其实是 S5 可以打掉大概1条多一点的血量是没错啦。但我们相对的，我们时间现在也是剩进行了大概打了2分多钟。唯一一个好处是它的确是可以回血，没有错啦。但它的回复啊，它的基础值不像金刚狼那么的高，因为金刚狼的回复基础值是120，然后角斗士的话是110，相对来说，装备同样数值的再生 CDP 啊，金刚狼可能装备了50几%的那个回复量，它的回复就满了，但角斗士就没办法。你今天就算给它装满80%回复量的再生 CDP 哦，它的回复量还是没有办法到250啦。这个就是2位角色回血的差异。所以说，金刚狼就是 PVP 特化的角色，那么角斗士呢就是 PVE 特化的角色。但因为它的 S5 是属于一个近距离的技能哦，所以你看嘛，我们强制被进入动画了，那一不小心就被恶魔凶刃给秒掉了，这真的是角斗士的一大缺点。那既然装备了增伤的 CDP 啊，我还是来试一下能不能打掉秦葛雷啦。那既然有人说要远离他的 S5， 没用啊，那贴过来你就死啦，啊，说什么狗屁话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放一个 S5哦。我们放完 S5的同时，其实也快残血了。那你看，你这样撑不了，打不掉他第2条命啊，是要 PK 个屁哦！所以真的不要再催眠自己说，哦，你练这个角色，他真的可以拿来打时间线。真跟你讲不行啊！除非你是打那种低配置的秦葛雷，攻速慢的那一种，因为他攻速慢啊，可能他还没飞过来，你就可以做反击。但通常我们面对的都是属于一个满配置的秦葛雷，那攻速它也有一定的水准，那种出手都非常快的，好不好？你要怎么去跟他们打啦？不要再骗自己了。
好，那再来提到他的伤害是真的算是一个非常应该说顶级的伤害啦。那其他的表现都还不错啦，但因为他真的是大食怪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拿大食怪的标准来去审视他。所以啊，他真的是出错时代啊！如果今天他的队长季有解控的话，那我还绝对不会批评成这样子啦。那因为今天他的队长其实属于一个加工队长哦，用处真的不大啦。说真的，因为加工队长已经超多只了，这还真的不缺这一只啊。而且他技能又偏向 PVE， 然后主要是因为没 T3 也没制服啦。我们就算我们今天 T3 角色没有几只好了，但你舍得花那么多资源来去升他吗？因为他目前的前景就只到这边而已。他不像一些角色的话，他起码未来还有制服，还有 T3。轮到角斗士有制服有 T3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毕竟他前面还有几位学长没有 T3，跟制服啊。就比如说拿纷争跟末日来讲好了。有制服或有 T3，一定也是先轮到他们啊，也不会轮到角斗士啊。而他们都等了多久了？像纷争好了，你等了2年了呢。那末日博士呢，也等了1年了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真的难以抗衡一线脚。那依性价比来讲的话，我给他的评价就只能列为 B 而已哦。好的，那既然都讲完了角斗士，那我们就来开一下这周的隐喻宝箱哦。这周隐喻宝箱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金币给我真的蛮多的。你看我一开始开的时候，金币才1亿2200多万而已哦，那一开就开了75万。我觉得这一周的隐喻宝箱几乎都是给我金币居多，我觉得还可以啦，因为我现在真的蛮缺金币的。可能官方也听到我的心声了吧，而且在早上的时候又不小心打到第3颗吞书牌狂怒 CDP 哈，真的是无心插柳掉狂怒啊！蛮多玩家都问我一些问题，我现在这边一次的回答你们好了。我掉狂怒的情形都是在我热血没有吃满的情况下，都是70点热血而已。我第1颗是没有吃热血，那第2颗跟第3颗都是吃70点热血。再来呢，他会不会掉狂怒，并不取决于伤害是你的伤害排名第几名啊，但就是运气而已，会给你就是会给你。还有一个就是也会有嘛，答案是没有啊，那个就是跟那个强化箱一样啊，他就只是把强化箱变成狂怒 CDP 而已，所以就这样子啦。那就谢谢各位收看，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及点小铃铛，我是喜友见滑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你干什么要拍照？爸爸，你干什么要拍照？拍你唱歌啊！你要不要再唱一次？